Where's my dog? 继 DC 全新电影宇宙的影片《超人》成功打响头阵后，第二部电影《超少女》终于正式登陆院线。不过，从首周的票房来看，这部备受期待的新作却并没有延续《超人》的火热势头，反而交出了一份令人失望的成绩单。《超少女》的北美首周票房仅收获3800万美元。对于一部制作成本高达1.8亿美元的超级英雄大片来说，这样的开局显然远低于市场的预期。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，影片的后续票房恐怕也很难实现大幅逆袭。事实上，这样的成绩也让不少影迷联想到了2年前同样由华纳兄弟发行的《小丑2：双重疯狂》。这部电影当时的北美首周票房约为3760万美元，与《超少女》几乎相同。全球的最终票房仅略高于2亿美元。不仅没能收回制作成本，再加上庞大的宣传费用以及影院分账，更是让华纳承受了不小的亏损。因此，如今《超少女》也被认为可能会重蹈《小丑双重疯狂》的覆辙。在海外市场方面，《超少女》的表现同样不算理想，首周仅拿下约3000万美元，加上北美市场之后，全球的首周票房也只有6800万美元。接下来，影片能否在未来几周稳住跌幅，也将直接影响 DC 新宇宙在未来的发展规划。而上周遭遇票房失利的系列电影，并不只有《超少女》，经典恶搞系列《蠢蛋搞怪秀》最终章的表现也同样低迷。这部影片首周在北美仅取得了820万美元的票房，海外市场190万美元，全球首周总票房只有1010万美元。相比前作《蠢蛋搞怪秀》2022年时，仅在北美首周就斩获了2300万美元，这次的成绩可谓大幅缩水。不过，对于《蠢蛋搞怪秀》来说，由于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小成本路线，制作预算仅约1000万美元，因此即使票房不算突出，只要后续表现稳定，《蠢蛋搞怪秀》仍有机会尽快实现盈利，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财务压力。相比之下，上周北美票房冠军依旧由已经上映了2周的《玩具总动员5》稳稳拿下。这部影片在1周内再收7000万美元，继续蝉联票房冠军，海外市场也再进账1.59亿美元。截至目前，《玩具总动员5》的全球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5.85亿美元，不仅延续了皮克斯这一经典系列的强劲号召力，也进一步巩固了它作为今年暑期档最卖座电影的地位。这里是影视查克 Think Check， 每天与您分享最新的海外影视资讯。